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3年会有哪些重大的选择或者说转变？在2023年你们又会有一些怎样的事情发生一些怎样的事情，对你们有利的事情。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9我觉得2023年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和突破呢，就是你们的睡眠问题这其实是一张以小见大的牌，就是这个睡眠问题的改善，它一定是由于2023年你们可以彻底的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去解决一个困扰你们很久的，让你们自身感到很焦虑的心理层面的问题，或者说一些现实层面的问题得到了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所以说你们才能够睡个好觉。它也代表的是你们心理伤口的那种愈合心理层面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才能够让你们睡好觉。所以说之前你们可能在太多关于你们自己之外的事情上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23年你们会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上，去尝试着愈合内心当中的那些伤口因为那些伤口其实它是你们过去某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它没有办法愈合，你们内在的其他部分可能也会慢慢的腐烂和溃败。当你们把一切都自然而然的舒展开来的时候，尤其是你们内在的那颗紧绷的灵魂疗愈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那么第二张牌呢是 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23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个人身骑白马，拿着圣杯来找到你们，其实并不是这个人他主动的来找到你们，而是他手上的这个圣杯把他引导到你们身边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可能会因为某一件事情而产生联系，某一件很特殊的事情的触发。这个人他大概率呢会是一个桃花，而且是一个水象特质因为圣杯它本身他手里的圣杯本身就对应的是水象特质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说明他是一个不紧不慢的人，会很悠闲、很从容、很闲庭信步的走到你们的生活里边。这个人呢，他的出现呢，其实是能够给你们自身的情绪疗愈提供很大的帮助和助力的。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在22年其实会遭遇到了一种很大的情绪层面的一些这种问题吧。你们可能说你们在22年经历的这种生活非常的动荡，会让你们自身的情绪总是在两种极端之间来回的摇摆和波动。那这个人呢，其实他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心理咨询的导师情绪鼓励师或者说他能够扮演这样的一种角色就是说他的出现是能够给到你们快乐和情绪价值的。这个人呢，因为他是圣杯所以说他会和你们有这种非常紧密的精神灵魂层面的这种交流你们会通过这个人看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从这种亲密关系带来的连接当中会唤醒你们内心当中的那部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个人他的性格一定和你们是互补的，因为他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空洞你们能够从这个人的身上感受到某种温暖的明亮的能量，你们内心当中的伤口会自然而然的得到痊愈这个人呢，所以说听起来可能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有的时候命运的剧本就是会阴差阳错的安排一些人来到你们的生命里边。第三张牌是权杖7很明显你们在23年会顶住压力去做出一个决定和改变，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你们遭受到周围人很大的反对和阻力。其实呢，你们是要任性一点的有的时候就是要一意孤行一点这个决定不是为别人而做的，而是真正意义上你们为自己而做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你们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们不去抵抗这些压力，不去抵抗这些反对的声音，不顶住压力做出那些改变的话，你们就会在一个不断重复和循环的生活里边慢慢的溃败。
所以我其实从这张权杖七我看到的是一种勇敢，就是你们不会去随波逐流，也不会人云亦云，你们会意识到之前的你们一直都是在被推着往前走的，但是在23年你们会开始思考这种生活它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或者说这是不是你们想要的生活。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拿起自己手上的权杖，就开始对抗一些事情啊。你们会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主见啊，你们能够意识到有一些事情它可能会侵犯你们的边界，你们会和传统的世俗的既定的规则划清界限。这个时候呢，有任何人或者说事情，当他试图会侵犯你们的边界的时候，你们就会捍卫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自我吧，你们会顶住压力，在23年做出一个你们一直想做但是又不敢做的决定和改变之后，你们会完成一次彻底的重生和蜕变。它可能是一个改头换面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里边吧，换一份工作，换一种身份，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总而言之，它一定是追逐你们某种你们想要的生活。然后这张皇后呢，我觉得皇后的话，在经历了上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混乱和动荡，就是在22年的这个混乱和动荡，它会逐渐的终结啊。你们会在23年迎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啊，尤其是你们穿越了一轮大的混乱动荡的周期之后啊，它其实是会有一个向上的阶梯显化的。你们内心当中也能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种混乱即将结束啊！你们在23年会迎来一个长长的上坡路，它象征的是你们自身有一种很特殊的能量场，能够让一些人脉和资源向你们自身聚集啊！就是你们的社交方式就是那种守株待兔似的，只要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只要站在那里，就会有人被你们的能量场所吸引。所以说一般来说抽到皇后牌啊，你们23年的桃花其实是比较旺的。这组牌呢，抽到的这个人物牌啊，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在23年会遇到不止一个人啊。圣杯骑士他是其中之一，然后第5张牌呢是圣杯6啊。圣杯6的话呢，它是有一种过渡的能量在里边的。23年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份，你们会接过一些人手上的火炬啊，开始独立的承担起责任，开始试着独当一面，会接收到很多的祝福啊，美好的指引。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要经历一轮大的离别，会和很多人前来和你们道别。在2022年结束的那个即将要结束的那个阶段，然后你们会试着踏上一个新的旅途和征程，告别那个过去孱弱的自己，会开始学着自己支撑起一个世界，创造起一个世界，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是这也是一条通往成功和觉醒的道路啊。圣杯6它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就是你们会搬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认识一些新的人，比如说周围的邻居、新的工作，或者说同事啊，转换到一个新的班级啊，它其实是有一种新旧交替的感觉。这张宝剑10啊，它其实同样是有着一种很沉重的能量，沉重的当下和沉重的过往，但是这并不会阻碍你们前进的脚步，因为太阳它依旧会照常升起。就是说23年它是带着新的希望，你们会带着新的希望走入到2023年，会有一个彻底的重建，重新整合自己。你们身上插着的这些宝剑，其实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所遭受到的一些伤害，可能是一些语言层面的伤害，或者说有一些事情的结果不及预期，某个人突然的离开了你们，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宝剑呢，其实这种伤害，它不会定义你们啊。你们最终会穿越这种痛苦，并且把这种痛苦当成是一种指引。成长它确实是痛苦的，我们不赞美它，但是呢，它会给我们阅历，给我们经验。我们通过这种痛苦了解这个世界，最终你们会实现一种自我接纳和自我和解。那么第7张牌呢是星币骑士啊，这个星币骑士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在23年你们会遇到的第2个桃花吧。他的手上有一个大大的星币啊，这个星币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很强的这种处女的能量，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会在试图寻求一个完美伴侣的过程当中遇到你们。那你们是完美的吗？你们当然不是完美的。
我觉得这个星币骑士它比较特殊的点就是它会在你们的身上看到那种不完美之后，依然会选择爱上你们。就是说，你们自身的优点可能会让你们找到很优秀的那些人，但是你们的缺点才能够让你们遇到对的人。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会全然的接纳你们，尤其是他看到你们的缺点以后，他们依然会觉得你们很可爱，甚至会爱上你们自身的那种缺点。因为这种缺点其实代表的是你们身上的那种真实、坦荡和毫无保留。所以说这个星币骑士他会拿着一颗大大的星币来走近你们，他一开始可能带着某种审视的目光来判断你们是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但是他们在越接触越了解你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会发现，可能说你们和他心目当中所期待的那个伴侣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还是会不可救药的爱上你们。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这种处女的能量，就是强迫症，很爱干净，完美主义，但是整个人呢是有逻辑、有规划、有想法，一丝不苟啊，很认真严谨的这种能量。而这张星币二呢，我觉得23年的话呢，很重大的一个突破和改变就是你们在22年啊，同时做的两件不同的事情，看似毫无关联，但是在23年它会有一个联动。就是两件看起来独立的事情，其实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一件事情的发展会带动另一件事情，然后这两件事情会彼此有一种正向的反馈和能量，会让你们走在一个会把你们放在一个正轨上，人生会加速的往前发展和突破。就比如说你们过去学习的一个技能，可能会发现突然在另一件事情上派上了用场，就是你们走过的每一步路，它其实都是有内在的这样的一种联系的。23年的你们，其实在经历了22年的一种灰暗之后，在经历了22年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你们觉得是在原地踏步啊，但是其实是在蛰伏和积蓄某种能量，会让你们在23年加速发展。你们会允许自己的生活出现更多的可能性，你们也会允许自己接纳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说，我觉得23年对于你们来说，它是一个重新整合自己啊，重新踏上旅途的阶段。你们之前一直都在某种无声的环境当中沉默和压抑，然后23年会有一道惊雷将这种迂腐和混沌劈开，会有一个类似于这种爆炸性的消息出现，瞬间唤醒你们内在的这种生命能量和热情。你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期待，保持相信啊，不要刻意寻找自己时间上的生命刻度。你们要相信，在你们的时区里，一切都会准时到来。只有当你们忘记时间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实现自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逆位的高塔呢，有两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就是你们在2022年经历的一些爆炸性的事件，带给你们的伤害已经过去，也就是说最难的那个阶段你们已经熬过来了。当你们熬过来之后啊，23年它就会海阔天空啊。可能说你们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火山爆发的时刻和阶段，被巨大的不确定性的这种能量所裹挟，但是往往是在这种逆境啊，能够激发出你们强大的斗志啊。只要你们过了22年，度过了这样的一道坎儿以后啊，23年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么这个逆位的高塔呢，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23年你们有可能会绕过一个可能对你们造成很大伤害的和损失的一个爆炸性的事件。逆位的高塔其实就是你们会和某个危险擦肩而过，会躲开一个灾祸，或者说躲开一个错误的决定啊，这和你们之前的经历有关。因为之前的话，你们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犯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那么比如说在错误的时间点上做了一笔错误的投资，你们会深刻的反省复盘，和纠正这个错误啊，并且吸取过去犯过的这个错误给你们的教训，这反而能够帮你们在2023年绕开一个更大的陷阱。那么第二张牌呢，权杖女皇啊，一个女皇手持权杖，23年的重大的突破和改变是由一个女性贵人给你们带来的。她手上的权杖意味的是她拥有某种身份、权威，或者说很重要的资源。你们会通过某件事情和她产生联系，你们会看到这个权杖女皇身上的那种坚韧的、勇敢的特质。他们也会在和你
接触的过程当中看到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潜力。所以说这个权杖女皇呢，她其实她是属于那种很强势的存在，说一不二，行动力很强。你们能够在她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宝贵的阅历和人生经验啊。所以说权杖女皇这张牌啊，你们23年的重大的突破和改变会和这个火象特质的女皇有关系啊，她是一个狮子、白羊或者说射手。第3张牌呢是 Four of Wands 啊，权杖4啊，你们可能会选择一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在2023年结婚，或者说你们会在2023年遇到值得托付的人生伴侣。其实4这个数字它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稳定，你们在经历了高塔的那个混沌的动荡的混乱的阶段之后啊，你们在23年会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可能一部分人这种稳定的生活源自于你们在23年会成功上岸，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职业，或者说背靠一个组织和机构啊，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人生。这个牌的能量其实还是求稳，就是23年的突破和改变其实它不是一瞬之间的，而是在过去不断的反复和积累某件事情啊，或者说某种资源，它会自然而然的让你们突破那个人生的关口。23年的话呢，会迎来新的春天啊，冬天已经过去，或者说你们现在正处于这种最深处的寒冬之中，那么春天也不会太远了。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第4张牌啊，吊人的逆位啊，吊人的逆位它永远都和枷锁有关，就是23年你们会得到一个可能说是一个起身一跃的机会，能够让你们从这种枷锁当中解脱出来，或者说这个权杖女皇她也许会帮助你们解开那种枷锁。当你们有机会离开一个地方，离开某种束缚你们的生活的时候，一定不要犹豫，因为这个机会或者说窗口其实是很短的，转瞬即逝。它可能会和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想法有关，其实就是你们非常渴望去逃离某个地方，离开某个环境，离开一些人和事。这个逆位的吊人，它还有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你们现在刻意的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可能说是一个磨练你们自身意志的一个环境里边啊，有点像那种头悬梁锥刺股，就是你们本可以不这样做，你们这样做其实还是为了去寻求某种突破，或者说你们在为了某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在做准备。那么我觉得这张牌呢，它就暗示了你们在23年啊，你们付出的这样的一种巨大的代价，去摆脱这种束缚啊，或者说得到这个起身一跃的机会，能够让你们重新拥有一种做选择的权利，就是你们终于拥有这样的一种机会，去选择以你们希望的方式去生活。而这张圣杯2呢，它其实有2个层面的解读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们23年的重大和突破的改变，就是你们不再一个人形单影只的生活了，而是会有一个人陪伴在你们的身边。那么这个人你们怎么找到他，或者说怎么遇到他呢？它是2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这个人他在向你们走来，另一方面你们也要向他走过去。我觉得可能对应的是你们在23年要克服的一个生活当中的课题吧，就是你们可能会有一定的社交恐惧。我觉得有一种方式吧，能够帮助你们克服这种社交恐惧，就是不要抱着目的去接触别人。有的时候你们的社恐可能就是担心自己不会说话，担心对方的反应不好怎么办？其实还是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你们总是对一段关系抱着某种必须走向成功的目的啊。所以说当你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期待啊，不抱着预期去接触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就会彻底的松弛下来。因为最多也只是失去一段关系而已，放轻松啊，多接触一些人，多认识一些人，让一切都顺其自然的时候，这个人他自然就会到来。那么这个圣杯2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呢，其实我觉得首先呢，它是关于你们和外部世界的这种关系吧，就是你们要意识到一件事情，爱它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因为这张牌有2个人，所以说必须要产生这种连接才能够产生这种爱，而且这种爱呢，它是必须要付诸于行动的，行动才能够使爱发挥功能。所以说你们要走出去，走出自己的世界，和这个世界进行一个沟通和对话，找到那个人，
去爱他，你们会在这种爱当中啊，去释放自己，成全自己，完善自己，拥抱自己，最终达成一种就是通过和外部世界建立的这种和谐的关系而达到一种自我和解。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其实也对应的是你们和自己完成的一种和解啊，会经历一个自我重构，就是你们长期构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会被打破，然后会有一个重塑，在重塑之后，你们才能够更加爱自己和接纳自己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之前你们内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矛盾的自我在互相的博弈啊，可能在争夺着什么。那么这个圣杯二它是一个正位，就说明这种矛盾的内在的自我它会和解。同时也是要接纳你们身上那一部分不太完美的自己啊。你们要告诉自己，我是我自己的诗，所以允许有错别字。我爱我的不通顺、残缺和差池，那都是你们身上独一无二的一部分，无法分割，同时也浑然天成。那么这张新币呢，我觉得23年的最大的一个突破吧，或者说改变，就是你们会得到一大笔钱，可能说得到的这笔钱发的这笔横财，让你们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内啊，都生活无忧，或者说你们会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有关于你们后半生的职业发展的，类似于成功上岸拿到录取通知书，就是说这个结果它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你们未来生命的底色是什么，而且它是一个正位，说明你们会得偿所愿。星币本身它是有一种等价交换的能量在里边的，就是你们必须要去踏踏实实的沉淀自己，努力的雕刻自己，你们的棱角越多，你们遇到光的时候就会越闪耀。所以说这个星币一，它同样也暗示着你们在23年会真正意义上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你们会重新激活你们内在的某种生命特质。也就是说，如果过去你们纯粹的依靠意志力长久的坚持的做某事，那么你们的计划必然失败。但是23年你们会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会把自己的擅长的、热爱的和有意义的这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说23年对你们来说是脱胎换骨的一年，它标志着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让你们把自己重新整合起来，把过去的自己重新拼接起来，会看到一个全新的自我。而这个宝剑侍卫呢，这23年对你们来说一个重大的突破和改变，就是你们能够，我觉得变得更加清醒吧，能够更加看清楚生活的本质和真相。但是你们不会放弃它，你们还是会选择拥抱生活本身。它其实本身就是带有一种清晰的思维逻辑和规划，去开始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投身到一些事情里边，会尝试着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一种使命和意义，摆脱一种虚无的状态。宝剑的这种能量呢，我觉得当别人都活在混沌和迷茫当中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在23年隐约的感觉到，或者说隐约的看到，在那个迷雾一般的未来当中愈发清晰的自己的未来和人生轨迹。它是就是宝剑，它是有一种看到本质的能力的，你们能够一下子穿透那些虚假的东西，直达事物的核心和本质啊。它也意味的是斩断和切割问题，一切不合时宜的累赘都会被宝剑斩断，就像手机内存一样，时刻的清理自己啊。你们会重新确立一个新的目标，而这一次的这个目标它是更加贴合于实际的。宝剑我觉得它同样也有着一种抽离的能量，你们会把自己从过去抽离出来，斩断那些痛苦的回忆，决定不再纠结一些事情和那些曾经日思夜想的人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突然你们就会释怀掉，会用执着烧死所有的幼稚和任性，直到那片荒野当中啊，慢慢长出了理智和清醒。而最后的一张牌正义啊，它代表的是一个结果啊，在23年会尘埃落定，正义的天平会为你们主持公道。也就是说，之前的某个拖延了很久的纠纷，在23年会尘埃落定啊。这个纠纷解决之后，那个拖累你们的巨大的累赘和包袱就将不复存在，你们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 Moonlight 月亮牌啊，它有一种暗示啊，就是23年的话，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会逐渐的浮出水面。也就是说23年你们似乎越来越能够感知到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带给你们的指引了。之前你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吧，就是感觉自己的整个人的能量是被压制的啊，被压抑的一种感觉，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无处施展。那么这张月亮呢，它就是说23年会有一个自身内在天赋的显化，
你们在23年能够看到自己的内在的一种特质被激活了，某种生命能量被唤醒。你们在23年会突然的发现啊，你们的人生似乎显化出了一条你们未曾设想过的道路，某种天赋和特质在23年会等着你们发现啊，去觉察。这张月亮呢，它其实指向的是某种艺术创作还有表达，涉及到一些心理学层面的东西，会进一步的挖掘自己潜意识深处的某种能量，它会让你们在23年有一个缓慢的爆发。这种爆发它不是突然的爆发，而是说之前你们慢慢的积累的某种东西啊，会把你们内在的天赋和特质引导出来。第二张牌呢是星币国王啊，星币国王的话，我觉得23年你们在这个转变，这个重大的转变就是在收入啊、职业发展和学业上，它是一种就是求稳的感觉，寻求一种稳定，财运会上升，事业运会上升，很踏实的土象特质的能量。就是我想起了一句话，你们的23年它不是由某个重大的时刻定义的，或者说你们23年所经历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很重大的时刻，就好像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你们整个人在23年会维持在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里，用长期形成的习惯去对抗环境的随机扰动。而且我觉得这个星币国王你们在23年会实现的一件事情，就是会达到一种财富自由的状态。当然这种财富自由不是说你们能够就是拥有一种很夸张的财富啊，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财富自由是你们的收入其实是远远大于你们的支出的，这也是一种财富自由的状态。那么这种星币国王，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你们会用某种很自律的生活方式啊，不断坚持的做着某件事情，在23年你们会看到它是会逐渐的慢慢的回馈给你们的，是可以被积累的啊。有一些东西它是拥有像生命一样的特质的，在不断积累的过程当中，就能够让你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富足充实。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啊。而且星币国王呢，就是你们在23年啊，那些重大的转变或者说十字路口，其实它是由很多微小的选择组成的，就不是说你们可能会期待着某一个或者说某几个重大的人生的转变和选择点亮你们的未来。但是星币国王，我觉得那些重大的选择或者说十字路口啊，它一定是由你们每一个微小的选择和习惯所组成的。也就是说23年只要你们能够努力的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完成，就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星币国王呢，它其实是一种长期主义啊，树立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享受生活带来的小的期盼和小的恩惠，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抵御漫长的岁月。如果你们不愿意去做那些小事，那么同样你们也做不来大事，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感觉啊。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King of Cups 啊，我觉得23年对你们来说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你们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也就是说弱者才会容易愤怒，强者是平静如水的。你们会戒掉这种大幅波动的情绪变化，会成为情绪的主人，利用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成为情绪的奴隶。所以说23年我觉得你们自身的这种转变还是从自己出发啊，就是你简单的事情你们不会去争吵，复杂的事情也不会烦恼，发火的时候不会讲话，脾气上来的时候不会去做出那些很重要的选择，会缓一缓，生气的时候呢也不会说鲁莽和冲动。而这个第四张牌呢圣杯3啊，我觉得在23年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你们会找到一个和你们自身能量所匹配的组织团体或者说环境。有一部分人在2023年你们实现腾飞的方式就是通过合作资源整合，你们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拿出你们所拥有的一部分东西，比如说你们对于某个行业的理解认知资源经验去整合。就是在之前你们可能是有一种一直是在单打独斗吧，不太愿意去合作，但是实际上合作能够让你们走得更快，走得更稳。所以说23年你们在心态和思维上面其实都是会变得更加的包容和开放，会尝试着用自己的能量连接到更多的人和事，可能会有一个更深邃的挖掘啊，通过
人际关系，你们周围身边的人际关系挖掘到一些商机，主动去找一些自己想找的人，或者说维护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而这张宝剑4呢，你们23年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吧，就是达到了某个目标之后，就突然的迷失掉了自己。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就不要把你们的某个目标当成是你们人生的全部。这样的话，就算你达到那个目标，达到之后，你们也会非常快的就迷失掉自己，就会很容易放纵堕落。所以说，你们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个全局规划啊！你们要想，就是说达到某个目标之后，你们要怎样做啊？不断的让自己有一个新的目标啊，不断的确立一个新的目标。这张宝剑4呢，其实我看到的也是一种精神内耗吧，就是2023年的这种精神内耗，会让你们想要去找到一个人生的出口。这种精神内耗的本质是焦虑，这种焦虑会让你们，想要去找到这个出口，去释放出某种情绪吧。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你们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一种怎样的生活，你们会变得更加主动的去觉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聆听内心。通过身体告诉你们的事情，你们都会关注到，你们能够以一种更敞开的态度允许负面情绪，就是你们不会去排斥那种负面情绪，你们会包容它，你们会停止花精力去对抗负面情绪啊。另一方面，你们能够更加深入的探索自己内心当中的声音，他们能够帮助你们在这样的一种精神内耗里面找到一个人生的出口和方向。我觉得宝剑4啊，也是有一点你们在精神层面上可能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你们需要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多走动啊，多运动，接触一些大自然的能量，吸收一些阳光，这些都会让你们的心情变得好起来。权杖6这张牌呢，我觉得很明显啊，22年你们之前一直在努力筹备的某件事情，23年会出现一个大的结果，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回报，它象征的是一种成功。你们可能在22年会投入到一件比自己更大的事情里边去追逐这个东西，你们会顶住压力，迎难而上，最后冲破那道关卡和阻碍，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权杖力它其实是很强的一种成功的象征。22年其实是在铺垫，23年它才会迎来一个大的收获。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它是有周期的，一年坏一年好，一年好一年坏。如果说你们觉得2022年会比较波动啊，比较动荡的话，2023年它就会迎来一个整体上啊，一定是要比2022年要更好的。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8啊，我觉得23年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你们会拥有一种勇气吧，去在一些事情上面止损，因为你们会很明显的发现有一些人或者说事情，你们投入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回报，这会令你们感到很痛苦啊，就是进退两难。一方面你们的沉没成本过高，让你们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去放弃到那些东西，但是这样的话，你们整个人就会被卡在一个地方啊，进退两难啊。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止损很痛苦，但是你们必须要学会止损啊，因为有的时候止损的能力要远远的比开创的能力更加重要。及时止损啊，再大的损失都是最小的损失，放弃没有回馈的关系和事情啊，才能够把你们从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面拉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们的能力不行，而是你们做的这件事情，或者说爱上的某个人，他本身就是错的。所以说，你们如果说做的一件错的事情，爱上一个错的人，那么你们再努力啊，你们也只能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狂奔。所以说23年你们会改头换面，重新做出选择。最重要的一种转变就是还是吧，宝剑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思维层面的能量，就是你们会拥有一种自我审视的能力，你们会思考去审视自己，去思考现在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审视自己的内心，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我们和自己关系的一种投射，我们如何处理内心当中的那种精神内耗、焦虑、困惑、迷茫，我们就如何处理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心，它也是一种境随心转吧，就是当下的这种境况和遭遇，只要你们的心发生了改变，当下的环境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所以说我们自身的这种思维情绪啊，它本来就有一种自我实现的能量。如果你们可爱，那么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处处可爱；
如果你们可憎，那么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处处可憎；如果你们充满了爱，那么生命的旅程当中就处处尽尽皆是爱意啊。所以说这个星币9啊，我觉得它象征的是你们在2023年整个人的魅力啊会有一种极大的提升啊，也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能量，整个人会变得珠光宝气，就是很有一种富贵相，也这代表的是你们23年会彻底的解决这种生存层面的焦虑啊，会过上一种你们所期待的想象当中的那种美好的生活。23年你们整个人对于生活是充满期待的，它让你们整个人的生活是明亮的、富足的、充实的，一定是因为你们做对了某件事，或者说一定是因为你们及时的放弃了某件事，做出了某个很勇敢的决定啊，才能够让你们过上这种希望当中的憧憬着的生活。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